不过就套火箭筒，你他妈讲不讲武德？我这是在哪儿？不是在波兰街干仗吗？孽徒，秦时月，原主的老师，他从小受我父母养育，又看着原主长大，名义上是师傅，实际上更像姐姐。这味道不对，昨晚的事恐怕没那么简单。我念你父母与我有恩，不顾你身负凡脉，顶着压力收你为关门弟子，结果你竟然对我该死！罢了，昨夜之事，全当我替你父母还了一份恩情。从今以后，你我恩断义绝。你是说，我父母救过你，还把你养大，欠了救命、养育、授业3份恩情，一次就想成长，那可不够。你给我滚！不够就不够，动什么手啊？这是一个灵修修主宰的世界，可这具身体偏偏是最差的凡脉，连天地灵气都很难感应，修炼基本等于做梦。坑爹啊！把老子带到这种世界当凡人，还不如让我死在火箭筒下！给我弄点吃的吧，不然没力气收利息。别闹了，我跟你说正事儿。昨晚残留的是迷乱神智的灵药，以你的身份和修为，根本接触不到这种东西。所以，你终于相信不是我干的？有人同时算计你我。你父母失踪5年后，学府里盯着你的人越来越多。若昨晚的事传出去，你会被赶出京华学府。我一个不能修炼的凡脉，离开你的庇护，恐怕活不过3天。你明白就好，留在这里，你已经成了活靶子。小金子。美女，大可不必叫得这么亲密。秦晋，我替你争取到了一个名额，离开京华学府，去魔道学院做卧底。让我一个连灵气都感应不到的凡脉，前进正道死敌的老巢。魔道学院认钱不认人，我会替你准备资格和灵金，那里是正道禁地，京华学府里想害你的人，反而不敢伸手。你想让我死就直说，何必绕这么大一个弯儿？这不是让你去送死，是你现在唯一的活路。修行界和黑道没什么区别，都是弱肉强食。资格证，1人1证，不能转让。黑珠进镇仙城前吞下，可以遮掩你身上的正道气息。卡里有500灵晶，本来是让你打点考官用的。记住，你在那里没有师傅，也没有靠山，身份一旦暴露，没人能救你。那临走之前，利息是不是还能？不行就不行，动什么手啊？大爷饶命！我只是去正道那边送了一趟货，真不是摊子。镇仙城居民周子豪私下与正道人士通商，其心可诛，斩！只沾了一点正道气息就被当场斩杀，我这个真卧底一旦暴露，连开口解释的机会都没有。前面的别磨蹭！进去吧。等等，这是你掉的了吗？
是您刚刚掉的。小子，算你识相，以后在城里碰到事儿可以提龙三。龙三是吧？敢抢老子的钱，这笔账我记下了。先生是来参加魔道学院入学测试的吧？这是本店准备的入学测试指南，学院往年的考核内容都在里面。有心了，谢谢。你怎么还不走？晨会50零银。302来了只肥羊，99薪，一个人，没有护道者。收到，今晚行动。我现在只是普通人，逃出酒店也跑不出镇仙城。等他们先动手，我只会死得更快。这笔钱原本是用来打点考官的，可连命都保不住，还考个屁！想把老子当肥羊，那就一个都别活！说委托，今晚有人会闯进酒店302房，我出500灵晶，雇1名筑基修士护我1夜。闯进来的人，最后一个留给我。委托，我接了。大哥饶命，小弟有眼不识。瞎了你的狗眼！老子在肥羊的时候，你还穿开裆裤呢。他开了8窍，你一介凡人用普通武器伤不了他，连一个被按住不动的修士我都杀不了，这具身体也太废了，老子必须修炼。用这个去阎王爷那里报道时，记得报老子名号，杀人者擒进。你的事办完了，灵晶卡归我2000。丁，检测到宿主获得20点恐惧值，恐惧系统正式开启。首次开启系统，附赠神秘抽奖1次，极大概率获得高星级奖励，是否立刻抽奖？老子的金手指终于来了！系统抽奖。恭喜宿主获得7星奖励，特殊灵脉9幽无极剑脉。特殊灵脉，领取。像有1万只蚂蚁钻进经脉里。好舒服。过去这具凡脉连灵气都感应不到，现在天地灵气却在主动靠近我，这就是特殊灵脉。9幽无极剑脉中蕴养着9柄本命剑，每突破一个大境界，就能解封1柄。第1柄，只等我正式踏上修行路。恐惧值达到100点，当前恐惧值20点。服务员临死前害怕我，所以系统才给了20点。也就是说，未必一定要杀人，就可能获得恐惧值。不错，我喜欢。糟了，今天是魔道学院入学测试，本来打点考官的500灵晶，全拿去买命了。不过老子现在有特殊灵脉，还需要走后门。持有入院考试资格证的考生，立刻进入广场中央集合。魔道学院第13786届招生考核现在开始。本次考核共有3项。3项？没听说今年还加了新的考核啊？怎么偏偏在我来卧底的时候？第1项，灵脉测试。第1项，灵脉测试，10分钟内找到姓名对应的考核点，逾时未到取消考试资格。李华，到，右手放在测灵球上，屏10 3秒。清脉，右侧待定。浊脉也来凑热闹，淘汰。诸葛云，天脉，天脉者是诸葛少辉的小少爷。这么有钱，这朋友老子交定了。又来了个走过场的。
看着跟正道那群软脚犬一样。正道的人确实弱，我家买过几个正道奴隶，连反抗都不敢。拿正道人当奴隶，这两个狗东西我记住了。下一个秦晋，别发呆，赶紧测试。不会连灵脉都没有吧？别浪费时间，赶紧下来！不是搞我呢？昨天吸灵气的时候，不是挺积极吗？给点反应啊！滚！金光冲天！天脉之上的特殊灵脉，测灵球都被炸了。哈哈哈哈哈哈！好，好，好，果然是特殊灵脉。你叫什么名字？秦晋。第2项体魄测试你可以免试，录取名额暂时给你。不过第3项问心测试，所有人都必须参加。学弟误会了，我刚才是想说滚滚金光，一看便非池中之物。你改口的速度比测灵球炸的还快。秦同学，我来自青乌市沈家，只要你愿意与沈家合作，修炼资源、功法和灵晶都不是问题。你算个什么东西？第1项测试结束，第2项体力与血脉测试。血脉传承者，远古序列242，昊天巨狮。又一个血脉传承，这届新生到底来了多少怪物？中剑魔铠即将觉醒，正道觊觎他多年，这批新生必须彻查，包括那个特殊灵脉，一并测。他的天赋越高，来历不明就越不能大意。我是魔道学院外院长陆川，通过前2项考核与进入待定区的考生共1236人，学院本届只招1000人，也就是说还有236人会被淘汰。今年新增第3项问心测试，他不看灵脉与血脉，只看你们面对欲望、恐惧和选择时究竟是什么人。环境会记录你们的每一个选择，失败者会被直接逐出，所有人依次进入。问心，老子可是正道卧底，要是在里面露出半点不对，特殊灵脉也救不了我。小哥，救命！我们的货被魔道恶徒抢了，人也全被杀了。你是正道行商？是，求你救我！巧了，老子也是魔道。大哥哥，能不能放过我？放过你？你父亲是魔道叛徒，你这个女儿也脱不了干系。大哥，您先审，我们去门口把风。他到底犯了什么事？他没犯事，是您看他长得漂亮，家里又有钱，才给他父亲安了个罪名。把水果刀拿过来。妈的，两个恶心东西！老子泡妞需要靠栽赃灭门。美女，看你长成这样，我就知道你不像叛徒。过来，咱们聊聊。我不是陪酒的。我也没说请你喝酒。过来，老子有话问。够了，我是魔道学院外院3年学员韩青青，你已经通过测试，现在可以离开幻境。放手！外院3年级韩青青，看来是真的。把玉牌还给我！你们拿假人连着试探我这么多次，害我白忙活半天，这个就当利息。秦晋，别急，出了幻境，想拿回玉牌就自己来找我。秦晋在幻境中的表现如何？下手狠辣，非常果断。割我喉咙的时候，连眼睛都没眨。我连台词都没说完，就被他一刀送出来了。此人绝不可能是正道卧底，纯的不能再纯。韩青青呢？他负责最后一关，怎么还没出来？为了卧底魔窟，老子既要装狠，还要提防他们拿假身份骗我。我真不容易。臭流氓，还我玉牌，老娘砍死你！
胡闹！陆叔叔闪开！这个混蛋抢了我的身份玉牌，还在我脸上乱画。测试已经结束，这里是什么场合？可是他……收起你的大小姐脾气！秦剑，你给我等着！空有特殊灵脉，却连他随手一刀都接不住，实力才是这个世界唯一的道理。第3项考核结束，最终录取1000人，剩余考生全部淘汰。你们即日起成为魔道学院试训学员，试训期3个月，期间不得离开学院。试训结束后，再按实力进入不同院系。现在持令牌随我入院。门呢？镇仙城也不见了。别找了，学院大门连接着挪移阵，我们已经被传送到千万里之外的学院腹地。那怎么出去？3个月试训结束，正式进入外院以后才能出去，中途想跑门都没有。正式认识一下，我叫诸葛云，天脉者，家里贼有钱。我叫秦晋，以后能花你的钱吗？没问题，哥们儿就喜欢广天下朋友，以后一起吃肉喝酒。好说，你请客。没问题。诸葛兄，我也喜欢交友，我叫……你叫什么关我屁事儿？什么身份也配凑过来？滚！不是喜欢交朋友，是只喜欢有价值的朋友。魔道的人倒是比正道直白。此地名为万羽之席，是你们接下来3个月的试训之地。每人先领取学院制服和基础引灵诀。山谷中的每一块古石都记录着一段强者记忆，有缘者触碰古石便可能获得功法或术法。每天都有第3境老师在此坐镇，每人每天只有1次提问机会，别拿蠢问题浪费。试训第1个月禁止打斗厮杀，第2个月开始，学院不再限制你们之间的争斗。令牌数字对应实屋编号，数字越小，房屋与灵气越好。1个月后住得不舒服，可以凭实力去抢别人的。记住，魔道学院只认强者，弱者守不住资源，也守不住自己的命。陆院长说，1000人还是太多，他希望3个月之后，这里只剩500人。老陆，姓秦那小子怎么样？杀人如麻，丧心病狂。哟，看着白白净净，没想到挺反差。你看出他的特殊灵脉是哪一种了吗？看出来了，你们自己等着看。韩老魔，有没有想过给你宝贝孙女找个对象？你突然问这个干什么？随口问问。青青也到了谈恋爱的年纪。混账！我孙女自己还没稀罕够呢，谁敢惦记她，老子灭了谁！那没事了。修行第1步，引灵开窍，开出第1道窍穴，就算正式踏入1境开窍境。不是都说修行很难吗？怎么1个周天就开了1窍？不是修行简单，是九幽无际剑脉太恐怖。换成以前的凡脉，苦练1年都未必有反应。我靠，开3窍强者，恐怖如斯。1号石屋比我的2号还好，他的天赋最少跟我1个级别。你好，你也住在这里？做什么呢？这么香？你会做饭吗？那我换个问法，你放盐了吗？盐是什么？造孽啊！能吃了吗？还不行，我就尝尝熟没熟。好吃，还要。这可是我喝过的。你叫什么名字？宋慈。我叫秦晋，住2号屋。要不以后咱俩搭伙过日子？不可以，
母亲不让我谈恋爱。谁跟你谈恋爱了？你负责找食材，我负责做饭，既能省时间修炼，也不至于把食材糟蹋了，明白吗？那好呀。帅啊！九幽第一剑，巨名，踏入第一境就能解封，蕴含巨神般的力量。以后得弄一门剑术，总不能真把它当门板论。他昨天才开始修炼，一夜就开4穴。他旁边的1号食物少女已经开5穴了。听说他比其他新生早到2天。秦兄，一夜开4窍，牛逼啊！滚啊！你都开6个了，故意埋汰我呢？我是把开窍丹当饭吃，哪像你全靠自己硬开。开窍丹，给我来点尝尝。别乱吃，连续服用会让根基虚腐。死胖子，想坑老子？没那么严重，再配固脉丸就行。那你还不快拿出来？20颗开窍丹，加10颗固脉丸，接近400灵晶，省着点用。随手送400灵晶，这胖子是真有钱。秦兄，你身边这位宋慈住我隔壁。原来是宋姑娘，失敬。黄阶中品刀法断水刀，可惜我不用刀。你才坐下多久，就领悟了一步？一共12本黄阶功法和术法，回头全卖给你。收！我按高于市场1成的价格收。那不行，你刚送了我丹药，咱也不是唯利是图的小人，按市场价给就行。哈哈哈哈！玄阶中品，拔剑斩。秦晋，怨我，走，回去做饭。哟，这不是特殊灵脉小天才吗？怎么看起来才开了4穴啊？是你，你笑你妈呢！敢这么跟林少说话，找死！谁家的狗在叫？打狗还要看主人。秦晋，你未免太不把我放在眼里。你不会以为我只是在骂他吧？在老子眼里，你们3个全是傻狗。今日我倒要看看所谓的特殊灵脉是否名副其实。你离远点，免得溅一身血。放心，收拾他们耽误不了做饭。林少，这姑娘不错，我们把她也带走。把秦晋废了，女人带过来，干好了，每人再赏1瓶开窍丹。给我弄死他！放开！一下不够，那就多来几下。恐惧值加10。别过来！别过来！庶子而敢！禁斗期内，你竟敢真的杀人！5号天，你又偷看老子的牌！放屁！老子做的那么隐蔽，你怎么可能发现？妈了个巴子，被老子炸出来了吧！失误。先别吵，秦晋动了杀心，正好看看他的灵脉到底是哪一种。首月禁杀，他第2天就敢动手，胆子倒不小。哼，对方先拔刀，还敢打宋慈的主意，死了也是活该。原来是他。那3个人确实活腻了。先卸掉你的4肢，再交给学院。出去！
你爹我什么事儿不敢干？哼！力劈火山！哼，装你妈呢！巨明剑，九幽第一剑，它竟然是九幽无极剑脉。好一个九幽无极剑脉，特殊灵脉排行榜第8，老子压中了！真的是九幽？没错，巨明剑已经现世，不会有错。剑魔前辈去世1000年，九幽无极剑脉竟再次出现。此脉曾镇压一个时代，如今落在我魔道，大势在我。就是这小子的剑法太难看了，把巨明当棺材板抡。唉，回头得找人好好教他。不是，先把赌注给我，别想赖账。土鸡瓦狗，吐血这么辛苦，老子心地善良，干脆送你个痛快。别，七兄，我们只是口舌之争，我愿意赔灵晶，赔宝物，只求你放我一命。这把刀给我，只是家父所赠，不太方便。那你死了就方便了。哈哈哈哈哈！想不到吧？我有护身灵气，让老子看看这乌龟壳有多硬。恐惧值+5。七兄，我突然觉得这柄长刀与你伟岸的身躯格外相配。晚了，老子现在想自己取。外院执法队罗刹小队在此，何人放肆？救我！秦晋在金斗期杀了我2名同伴，还要杀我！是你，将我身份玉牌在我脸上乱画的混蛋！这声音怎么有点耳熟？他们太强，老子看不过。你别丢下我自己跑了。哦，知道了。你们2个是一伙的？一个3境血脉体修，欺负刚踏入修行的1境灵修，学院执法队也不过如此。他违反校规，难道该打？更何况他在幻境里还抢了我的玉牌。那2个人该杀，他们挑衅在先，又拔刀要杀我，难道让我洗干净脖子等死？冤枉！我们只是想切磋，是他上来就下死手。你还知道这里是魔道学院？说话这么仁慈，你莫不是正道卧底？胡说八道！他们确实该死。为什么？他们突然来挑衅，耽误我们回去吃饭。小丫头嘴倒挺硬，一起带回去审。你叫什么名字？想报复我？听清楚，我叫刘子坤，体修血系3年级2班。刘子坤，还有刚才出言侮辱他的几个，老子全记住了。3个月内一个个宰了。哼，你先活过今天再说。学院规定，试训第1个月禁止厮杀。你已经杀了2名新生，我现在就把你带走，申请剔除学籍。要开除的话，算我一个。还有人上赶着被开除，你们2个想一起走？你真打算开除他？按交规就开除。执法队可没有直接开除学员的权利。你真能办到？我把队长让给你。先把人押回去，再请学院定夺。你们敢动他一根头发，老子杀你们全家！把他们带走。住手！韩院长，爷爷，你怎么来了？我再不来，你们罗刹小队就要把天捅破了。宋小姐，学院管教不严，让你受惊了。他手上的是严军令，此令代表魔道魁首亲临。他又姓韩，
你还不明白？魔道魁首炎君之女，刚才若真动了她，整个外院都可能陪葬。这些人冒犯宋小姐，如何处置由你决定。秦晋说过，3个月内要杀刘子面和刚才侮辱我的人。3个月后他出手时，学院不得阻拦。可以，届时我亲自主持生死斗。在那之前，刘子铿及涉事队员撤销执法职务，关入禁闭室3个月。韩院长，我们也是按学院规定办事。秦晋在首月禁斗期杀了2名新生，按规矩就该开除。学院什么时候给了你们自行开除学员的权利？你跟老子讲规矩，在这里，我的规矩就是规矩。学院知错，愿意接受惩罚。宋小姐，此间事了，我们先告退。奉韩院长命令，首月禁斗期内，你获得特殊处理。今后每杀一人，上交200灵晶，不再直接剔除学籍。今天杀了2人，一共400。这还叫特殊处理？他怎么不去抢？能不能打折？正常处罚是开除，无折扣，不赊账。大哥，我给你200灵器，你护送我离开。400。那把刀已经是老子的，你带走。下次见面我一定杀你。谁杀谁还不一定。你伤怎么样？很严重，恐怕2天都不能修炼。那还能做饭吗？做不了一点儿。吃了它很快就能好。有多快？回去以后应该可以做饭。回去给你烫火锅。火锅是什么？有剑却不会剑术，只能把剧名当门板。玄阶术法普通人半年入门，我需要多久？拔剑斩第一式，旋风；拔剑虚飞，旋风。普通人半年入门，老子5个神就练成了。我在练术法，一时没控制住。哦，小心点儿，别再受伤。不要耽误明天做早饭。知道了。那就好。看来我的天赋全在剑上，其他术法能不能学会无所谓，先把剑练到极致。第一式旋风已经小成，第2式3月练成了。境界开7窍，这7天没白熬。晋哥，我又得了壶好酒，特意带来咱哥俩尝尝。放下吧，晚上我跟宋素时月下对饮，你就别喝了。晋哥，你天赋绝世还这么拼，让别人你怎么活啊？今晚跟弟弟出去放松一下？不去。我今晚组了个局，来的都是这一届有头有脸的人物。别绕弯子，到底想让我帮什么？严家3小姐严简瑜，我单独请不动。她说只要你参加，她就会来。赤明朱雀血脉的双马尾，正是。诸葛商会这些年一直依附严家的渠道和庇护做生意，如今严简瑜觉醒太古，狩猎血脉，严家对我们这些附属势力的态度越来越强硬。我想趁大家还是同学，先跟他建立点交情。
可他偏偏只肯看你的面子敷衍。我跟严监鱼从没说过话，他为什么点名要我到场？他不是冲你来的，却非要我参加，你知道原因吗？不知道，可能是你最近风头太盛，他想亲眼看看九幽无极剑脉值不值得招揽。他的赤明朱雀血脉不是也很强？灵脉和血脉是两套修行体系，但天赋潜力可以比较。你的九幽无极剑脉足以与最顶级的荒古血脉相提并论。荒古、太古到底怎么分？血脉传承按排名分4档，300名开坏是上古，101到300是远古，11到100是太古，前10才是荒古。严简瑜的赤明朱雀排名56，已经是太古血脉，荒古前10，每一种都有神鬼莫测的能力。九幽能比荒古血脉，那老子岂不是也有机会成为魔道魁首？等等，我是来卧底的。靖哥，今晚的聚会……行，我会去。我多准备你爱喝的酒，再叫几个漂亮姑娘，瞧好吧。林雨得罪秦晋后，连赴宴资格都没了，以后必须离他远一点。诸葛云，你不仗义，有好吃的怎么不叫我？没叫你还来？简鱼在哪儿我就在哪儿，我得保护他。离我远点，你身上有味儿。我只闻到浓浓的男人味儿。滚！好的。秦晋呢？靖哥答应过来，应该是有事耽误了。真不去，那边有不少好吃的。人太多，不去。那你晚上怎么吃？你做好饭再走。姓朱的，你最好给我一个解释。秦晋以为自己是魔道魁首吗？让我等这么久？靖哥必定有要紧事，再等片刻。诸葛家作为严家附庸，靠我严家的渠道和庇护才有今天。你们若老实做条狗，严家强盛时自然会带你们鸡犬升天。严小姐教训的是，只是你若想结交靖哥，我可以替你引荐。为什么一定要让他来见你？结交？我堂堂严家三小姐，结交一个没有背景的穷小子，岂不是自降身份？让他来见我，是给他机会。若是如此，恕诸葛无礼，靖哥不见你。作为严家附庸，你竟敢为了一个外人忤逆我！诸葛云，你可想清楚，整个商会的命运可能就在你一句话上。商会的命运不是我一个新生能决定的，严家现在也还轮不到你做主，更何况我好歹是天脉灵修，不是你严简瑜的狗奴仆。你找死！大傻个儿！他欺负我！死胖子，敢欺负简鱼，活腻了！8品困仙锁能困住3阶以下大部分修士。废物！只会靠灵气的瘪三儿！看拳！7品灵气捍卫者。远古序列282，后天巨狮。去死！谁家的小猫咪跑出来了？大晚上的，要是死在外面，你家主人得多伤心。怎么回事，小胖子？咋让人揍成这样？还不是因为你说好赴宴快结束才来，人家不高兴，只能拿我出气。宋慈只吃我做的饭，耽误了一会儿。这只小猫咪想照死干你。小猫咪，我乃后天巨狮。别叫，我乃还是村里妇女主任呢，有什么好骄傲的？我要撕烂你的嘴！
远古血脉太强了！旋风斩！小猫咪，还有什么本事赶紧使出来，不然别人以为我在虐猫。诸位兄弟，助我！秦晋，季兄已经败了，得饶人处且饶人。他伤我兄弟，就是打我的脸。你们挡在前面，便已有取死之道。金哥，先砍这个！干得漂亮，老朱！第一个300灵晶，罚款明明1人200，他还要赚100。恐惧值加15，恐惧值加5，恐惧值加15。来，继续。当前恐惧值100。夜黑风高，当杀人。恐惧值达到100，满足神秘抽奖条件，是否立刻抽奖？不急，今晚的账还没算完。你竟敢杀了他们！跟老子作对，杀就杀了。你能奈我何？我一定要宰了你！你不来杀我，我也会去砍你。若不是我还没领悟血脉天赋技，凭你……别巴巴，老子的本命剑能力也没完全弄明白。比天赋，你见我如蜉蝣见青天。接着，别给我丢脸！七品灵气碎罗斧，来尝尝你季爷爷饥渴难耐的大斧！哼，力量也就这样，差不多了。住手！我叫你住手！哪来的小娘们儿，耽误大爷杀人的雅兴？我是严简瑜，季继昌是我的朋友，你放过他，我可以对你的无礼弃老不咎。严简瑜，没听说过。魔道百大家族严家，太古序列56，赤名朱雀传承者，还是诸葛云所在商会的上家。现在认识了吗？这些我都不在乎，想让我住手可以。你做老子小老婆？混蛋，你做梦！哦，那算了。恐惧值加30。秦晋，你找死！秦晋，你找死！金哥小心，他是2境诸身境，赤名朱雀血脉最擅长控火。受死！拔剑斩3约。一个刚入学的1境灵修，竟然正面挡住了2境血脉体修。美女，这么迫不及待吗？你想看可以直说，我自己脱，不用烧得这么麻烦。停！再往前走，我真烧你了！你烧吧，我想看看还能烧成什么样。这是火爆珠，再往前一步，我让方圆100米全部化成火海。金哥，金爹，这不是吓唬人，火爆珠炸开，咱俩连灰都升不上。果真这么厉害？真的？那你还抱着老子干什么？风紧扯撩啊！美女，什么时候想约了，随时找我。小老婆的名额给你留一个。诸葛家的，你眼光不错。告诉秦晋，我严家还可以再给他一次机会。但他杀了季家嫡子，若仍不知道收敛，单是季家的怒火，就足够让他死无葬身之地。晋哥，你怎么又回来了？废话，老子上衣都烧没了，这副样子往哪儿去？先给我找身衣裳。刚才为了救你，我杀了3名帮手，外加季继昌，4条命，1人300，救命价1200，不过分吧？我先给你500灵晶，你这4个人的罚款一共800，也由我替你交，合计1300，别再算了。多出来的100就当赔我衣服。当前恐惧值130，已满足神秘抽奖条件，是否开启抽奖？别催，这里人多眼杂，回家再开。远古序列吼天巨狮竟被秦晋当场斩杀，
听说严简瑜还要给他当小老婆。秦晋的狠毒能让小儿止啼，连鬼见了都得哭。以后就叫他鬼妻剑妖。不是去吃好吃的吗？为什么气血翻涌，身上还有血腥味儿？衣服也换了。碰上点小事，季继昌要杀诸葛云，我顺手把他和3个帮手砍了。严简瑜又追着我放火，下次再有这种事，带上我，我可以保护你。怎么，怕我这个厨子死在外面，以后没人给你做饭？哦。男人打架，怎么能让女生替我出头？那你今天还不是跟女生打架了？她叫严简瑜，对吗？生死战斗，性别还能有性命重要？强词夺理。以后遇到序列血脉，不要大意。血脉天赋生来便能使用，特殊灵脉却需要慢慢开发。在前3个境界，同等级的序列血脉通常比特殊灵脉更容易发挥力量。知道了。难怪严简瑜只高我1个境界，就能逼得我跑路。特殊灵脉厉害归厉害，要是再有种强大血脉就好了。系统，抽奖。消耗100点恐惧值，神秘抽奖开始。恭喜宿主获得7星奖励，荒古序列虚空神雷血脉。下次抽奖需要1000点恐惧值，目前剩余恐惧值30点。荒古序列，真男人就得玩雷电。是在觉醒血脉，现在强行打断，反而会伤到他。灵一境9窍，体修更是直接踏入2境筑身1阶。虚空神雷血脉，竟然位列荒古序列第3。血脉越强，情感可能越淡。修炼时还会天道针对。从今天开始，老子灵体双修，寂灭雷同，能用双眼释放虚空雷光，瞬雷闪。能进行短距离急速移动，都是好东西。先试瞬雷闪。早上好。你在门外等了一夜？不久。那什么，我先做早饭。这附近有没有适合历练术法和实战的地方？囚龙大山脉外围，那里被称为新生禁区，并没有阵法阻拦，只是学院不建议1境新生进去，实力达到2境，才勉强拥有自保能力。可我只是灵修1境9窍。是吗？差不多，我去外围看看，有好吃的猎物给你带回来。好的呀。我儿才入学几日便惨遭毒手，魔道学院对凶手做了什么处罚？罚款多少？200万灵晶。200，没有万。200灵晶就能买我儿子的命？好一个魔道学院！杀人之人叫什么？秦晋。秦晋，难道是百大家族排名第9的秦家人？身份尚未查明，立刻查清他的来历。
再通知还在学院修行的季达，把季昌被杀的经过全部告诉他。只要在学院中逼秦晋同意生死斗，就算他真是秦家人，秦家也没有理由追究。外围以1级魔兽为主，但高阶魔兽也可能偶尔经过。这里没有学院老师兜底，必须小心。魔兽共分9级，对应修士9境。同等级的魔兽，肉身通常比人类更强，甚至能够越级猎杀。宋慈把这里说的那么危险，还新生进禁区，开玩笑。狗狗碎碎跟了老子一路，真以为我没发现你？旋风斩！恐惧值加10，当前恐惧值40。魔兽也能提供恐惧值，不错，这是捅了螳螂窝。来得好，3月。恐惧值加10，恐惧值加10。打了小的，出来老的。行，今天给你们一窝端了。瞬雷闪，不跟你们慢慢玩了，寂灭雷霆！妈的，这招差点把老子气血抽干，短时间内不能再用第2次。螳螂王恐惧值加50，余下魔兽恐惧值合计加120，本轮共获得170点恐惧值，当前恐惧值240。照这个速度，1000点似乎也没那么难。血腥卫生把别的魔兽引来了，现在气血见底，不能恋战。灵晶只能恢复灵力，刚才的寂灭雷筒抽空了气血，想恢复肉身力量还得吃肉。这是什么级别的毛兽？他若想杀我，我连发动瞬雷闪的机会都没有。我靠，敢抢老子吃的！2级魔兽，莫林蟒，正好用你补气血，把你剁吧剁吧烤了！恐惧值加70，当前恐惧值310。香。19头1级魔兽，3头2级魔兽，体修达到诸身5阶，灵开窍圆满，恐惧值也累积到666，差不多该回去了。走之前先洗个澡。老子现在好歹也是万语之蟹有头有脸的人物，不能像个野人一样回去。谁？宝儿，别紧张，是我，雨薇。你什么时候来的囚龙山脉？来了有几日了，没想到会在这里碰上你。你先穿好衣服，我给你带了最喜欢的抹茶蛋糕。这女人嘴上亲热，眼神却像在等猎物上钩。先看看她想干什么。我们许久没见了，尝尝吧。好吃哎，谢谢你，雨薇。你真的在里面下了东西？不过是一剂迷情散，又死不了人，怎么能算毒？为什么？我们明明是朋友。闭嘴！齐昭明学长给你送花的时候，你怎么不说我们是朋友？你什么都比我好，偏偏还要抢我喜欢的人。我已经拒绝他了，我只想修炼，不喜欢的人，无论是谁，我都不会接受。我不信，只要毁掉你的名声，他自然不会
把他带走，再伪造他和男人私会的影像，我要让齐昭明彻底厌恶他。张雨薇，你这个毒妇！住手！放开那个女孩。几位学长学姐，4个人欺负一个中了药的姑娘，不太体面吧？你是谁？路见不平，拔刀相助。喜欢英雄救美的玉面小郎君就是在下，你们可爱的小学弟秦晋。一个新生也敢管2年级的事儿？杀了他！今天的事绝不能传出去。学弟，他们都是2级，你快走！都是2年级，2进。废话，现在知道怕了。那没事了，要是3、4年级，还真有点麻烦。只是区2进，今天都留下吧。没吃饭啊，一点利益都没有。恐惧值加60。瞬雷闪，雷霆3跃。恐惧值加60，恐惧值加65。九幽无极剑脉，虚空神雷，我知道了，你就是新生里那个鬼魁剑妖。大哥，我错了，火皮儿送给你，你放过我吧，我只是个女生，不会打架。刚才不是还要杀我灭口吗？男生不应该保护女生吗？你不能伤害我。有道理，那我不为难你了，直接杀了你好了。恐惧值加50。现在多少恐惧值？当前恐惧值895点。不错，再杀几个不开眼的，1000点也没那么难。你这是什么眼神？老子刚救了你，怎么跟见鬼似的？谢谢你救我，可这几个人都是2年级，背后也有关系，你还是赶紧离开吧。哼，我只杀该杀的人，要是连救个人都得夹着尾巴逃跑，那还修什么魔道？妖力还要几个时辰才能完全消散？那就先找地方躲雨。你现在这样，再碰上魔兽就是送菜。真不跟我一起回学院？不用，我进山就是为了历练，不能因为这件事半途而废。况且药力已经解了，我会避开危险区域。行，自己的路自己选。有人再敢欺负你，告诉我，我去宰了他。知道了，鬼泣剑妖阁下。靠！我看你是又欠收拾了。是鬼魁剑妖，他失踪1周。竟然从囚龙山脉活着回来了！那是2级毛兽青纹牦牛的后腿，他不是才1境吗？他的气血比离开前强了太多，他肯定已经踏入2境。秦兄，好久不见，可还记得小弟？记得，灵脉测试时跳得最欢的，2只土鸡瓦狗罢了。当日是小弟眼拙，冒犯了秦兄，还请秦兄大人不计小人过。你虽然嘴欠，但没真正对老子动手，暂时留你一条小命。谢秦兄不计前嫌，以后若有用着兄弟的地方，尽管吩咐。另外，林兄也知道自己之前多有不对，希望秦兄能……你是个什么东西，也配替别人向老子求情？上次你花钱请人把你带走，这笔账还没算。老子出去1周，也不知道同学们还记不记得我。既然都叫我鬼魁剑妖，那就帮大家长长记性。秦晋，你欺人太甚！
真以为我林雨好欺负吗？来啊，有本事破了我的护体灵气，他能扛住2境圆满的全力一击。我沈云舟从今日起与你割袍断义，恩断义绝。沈云舟，你这个贪生怕死的舔狗！我不与死人争辩。说完了吗？说完了，便上路吧。你之前根本破不开我的护罩，装什么装？知道他们为什么叫我鬼盔剑妖吗？唤我鬼气，是因为他们怕我；叫我剑妖，是因为老子练剑的天赋远在你们想象之上。能死在这一剑下，足够你去地狱吹一辈子。拔剑斩第3师，破军！不可能！恐惧值加20，当前恐惧值915点。护体灵气不堪一击，罚款老子也交了。回来了。昂，这个院子是谁收拾的？你觉得呢？我觉得你没这个手艺。诸葛云前几日来找你，他见你不在，说想把1号和2号石屋围成一个院子，我替你点了头。原来是小胖子，挺有眼力劲儿。听说你刚回来，又杀了林雨。他自己找死。学院的200灵晶罚款，我也照交了。答应给你带好吃的，这份礼物诚意够不够？可以，饿。好说，等着吧。靖哥，是我。听说你今日归来，特意带醉仙酿给你接风。进来吧，肉有的是。见过宋姑娘。好吃，这2级魔兽肉里的气血比灵山铺卖的还足。靖哥，有件事必须告诉你，你之前杀的季继昌，是魔道百家家族季家的2少爷。然后呢？季家已经放出悬赏，1万灵晶买你的项上人头。现在外面不少亡命徒，还有想讨好季家的人，全都盯上你了。1万灵晶，他们还真舍得下本。季家虽然在百白家族中垫底，但瘦死的骆驼比马大，这笔钱足够让很多地阶修士拼命。有胆子就来，来一个，老子杀一个；来1双，老子杀1双。学院不会允许季家派高阶修士直接对你出手。你是九幽无极剑脉，学院高层绝不会看着你被外人以境界碾死。真敢在学院附近接悬赏的，最多也就是2境左右。以靖哥现在的实力，倒不必太过担心。操！那你摆出这副奔丧脸干什么？害老子白紧张。可季家这次悬赏也说明了一件事：单打独斗终究势单力薄。今天你能杀1个2个，以后麻烦只会越来越多。在魔道学院里，真正能掌握资源和话语权的，是学生自己组建的那些社团。学生会能想远远日常事务和资源分配，执法队拥有维持秩序、裁定纠纷的权利。武道会聚集了大量战斗狂人，还掌握不少修炼秘境和实战机会。这些老牌社团盘根错节，背后多少都有学院高层或百大家族的影子。没有背景的新生想出头，要么依附他们缴纳灵晶，换取庇护和资源，要么就只能被他们压得喘不过气。要么什么？要么我们自己拉起一支队伍，成立新社团，只要设塔学院规定的最低标准，再通过考核，就能获得正式修炼场地、任务优先衔和灵晶补贴。但老牌社团一直在打压新势力，接近100年，已经没有新的学生社团真正站稳脚跟了。成立社团这事儿老子熟。
前世墨龙帮也是从几个人起家的，可新势力想崛起，光有拳头不够，还得有足够硬的背景，才能扛住老牌势力的围剿。严君女，特殊灵脉排行第7，这背景够不够硬？哼，老子不可能寄人篱下，更不可能给别人当狗。社团，我们自己成立。太好了，晋哥打算叫什么？名字就叫晋祠会，也可以称作晋祠会。晋祠会，晋祠会，好，这个名字够霸气。名字一般，不过成立的时候记得告诉我。从今天开始，晋祠会正式筹备。小朱，你去打听清楚学院成立社团的章程、考核和最低人数。明白。那社团人手呢？越多越好，但不能什么垃圾收。胆子要大，嘴要严，关键时候不能卖兄弟。老牌社团如果阻拦呢？敢来伸爪子的，直接剁了。晋祠会成立之时，知会我一声。他愿意加入，比诸葛云表忠心有分量。晋祠会的根基算是有了。这段时间主要提升体魄，灵修卡在一境，灵体双修，两条路都不能落下。洗髓法母，灵力蜕变，洗髓境。生死战没有白经历，根基早已打牢，如今只差临门一脚，水到渠成。每提升一个大境，解封一柄本命剑。现在该轮到第2柄了，给我起！还挺倔，给我起！剧名沉重霸道，代表力量与毁灭。这柄剑轻灵迅速，正好母祖速度与变化。九幽第2剑，傅青霜。灵力沉凝，寒意内敛，境界稳固了。好眼力，出去逛逛吧，顺便找点吃的。这几日牛肉都吃腻了。好的呀。万域石壁中的术法传承可以反复参悟，只是每次都极耗精神。能领悟到什么品阶，全看悟性与机缘。拔剑斩招式还是太单一，虚空神雷的能力又不能随便暴露。身为卧底，手里必须多留几张底牌。怎么样，领悟的什么？玄阶中品，青羽步。不错啊。你不会领悟到地阶术法了吧？怎么可能？是玄阶上品飞雪无痕剑诀。第一式千堆雪，一瞬间叠出千百道寒霜剑影。傅青霜配上这部剑诀，配上剑诀，正好把速度与极寒发挥到极致。玄阶上品已经很不错，而且正适合傅青霜。成立社团要缴纳500灵青押金，还要通过学院圣魔塔第1层考核。初始成员不能少于10人，3个月后不能少于30人。人数不足，社团资格直接取消。真正麻烦的还是老牌社团，学生会、执法队、武道会背后都有高层或大家族。已经接近100年没有新社团能真正站稳脚跟了。前世墨龙帮起家时，同样没人看好。新势力想站住，不是靠求人，而是靠让所有人知道违你我的代价。人好办，就从这届新生里招。会长准备怎么招？要不要设资质门槛？
放出消息，我秦晋成立晋祠会，愿意加入的免费无门槛，入会后受晋祠会庇护。不愿加入的，在试训期内一次性交200灵晶，作为不受打扰的安稳费。那不加入也不愿交钱的呢？杀！庆哥，这一下，咱们可就把所有新生都逼到桌上了。不逼他们表态，怎么在3个月内凑够人？去办。晋哥有令，他将成立新的学院社团晋祠会，自愿加入者免费入会，受秦师兄与晋祠会庇护；不愿加入者，在试训期内一次性缴纳200灵清心，换取安稳修行。200灵晶，这和明强有什么区别？孔魁剑妖是要逼所有新生向他低头。小声点，之前跟他讲道理的人都已经死了。让我交钱，或者给他当小弟，做梦！我们背后同样有家族。可他连季姬昌都杀了，林雨的护体灵气也挡不住一剑。家族远在外面，现在真能保住我们吗？哼，100年来都没有新社团站稳脚跟，他蹦跶不了几天。可万一真让他做成了呢？第一批加入的人未必没有好处。我连50晶都拿不出来，他真来找我们，怎么办？加入是免费的，至少入会之后，我们不会再被其他人随便欺负。可跟着那种杀神，等于与虎谋皮。不加入，又交不起钱，眼前这一关都过不去，还谈什么以后？交钱可以避开秦晋，可等于向他低头。加入晋祠会，又会卷入老牌社团的争斗，这2条路都不好走。加入还是交钱？难道就没有第3条路吗？当然有。不加入也不交钱，跟我一起把他的晋祠会掀了！秦晋的保护费已经把所有新生都逼急了，上次他驳了我的面子，这次还想靠恐吓把所有人收入晋祠会，我不可能让他得逞。监狱女神说什么就是什么，给那姓秦的添堵，包在我身上。把不愿低头的新生联合起来，资源和情报互通有无，他秦晋能给的，我们也能给；他给不了的，严家可以给。愿意站在我们这边的，日后可以借用严家的部分修炼资源。我要让所有人看清，秦晋不过是靠杀人吓唬人莽夫。秦兄，严简瑜已经把艾嘉伦、柳瑟兰等血脉者拢到一起，还在许诺严家资源，准备抵制晋祠会。哦，知道了。秦兄，小弟虽然只是地脉，但自认有些见识，也足够忠心。我想加入晋祠会，以后跑腿打听消息，尽管吩咐。以沈兄的能力，当然没问题。不过入学那天，我好像听你炫耀过，你很喜欢拿考核中的同伴开玩笑。秦兄也对这类趣事感兴趣啊，我那里还存着不少有意思的事儿。等试训结束，我一定给您安排，保证已经调教好，不会惹麻烦。我混进魔道是为了卧底，不是为了变成这种畜生。很好，入学第1天就拿正道俘虏炫耀的人，留在眼前只会让我恶心。入学第1天就拿正道俘虏炫耀的人，留在眼前只会让我恶心。有件事，老子憋了很久。其实，老子是正道卧底。恐惧值加20，当前恐惧值935点。靖哥，这是……我让他左脚先进门，他非用右脚，已有取死之大。我们的天赋是我们自己的资本，我们不加入晋祠会，也不会向任何人交保护费。秦晋不过是个普通出身的泥腿子，仗着有几分天资，便无法无天。愿意与我一起对抗晋祠会的人，攻城之后皆可受严家庇护。打倒秦晋！
进词汇。哟，这边挺热闹。我家小媳妇儿这是拉杆子起义，准备造反亲夫了。谁是你小媳妇儿？闭上你的臭嘴！火气还是这么大，乖，别闹了，跟我回去。秦晋，你算个什么东西，也敢对简鱼小姐口出狂言？诸位一起上，她再强也只有一个人。反对保护费是一回事，替柳色兰第一个送死又是另一回事。想当护花使者，勇气可嘉。哼，就是脑子不太好。给我挡住！既然站出来，就别想着跑。破军！恐惧值加255，当前恐惧值960点。怎么样，小媳妇儿？还要继续闹吗？秦晋，你当着我的面杀我召集的人，真以为我怕你？这才对嘛，夫妻吵架还是得动手解决。秦晋，给我死来！体修2境加朱雀血脉，难怪敢跟我叫板。小媳妇儿不乖啊！秦晋，你就这点本事吗？真以为靖哥被压制了？他分明是在试探他的底线。打够了吗？少装模作样，你只能防守。让你几招，怕一剑把你打哭。既然着急，那就结束吧。第二柄本命剑何时突破的？就在你忙着拉人造反时，飞雪无痕剑诀，千堆雪。小媳妇儿，这里不让睡觉，乖，咱回家睡。不听话的宝贝儿，可是会死哦。你敢杀我，严家绝不会放过你！季家也是这么想的。又来。6品防御灵器珠雨灵镯，危急时自动护主。没有4境圆满的力量，基本破不开。严家为了他，确实下了血本。我真服了，你们这帮2代都有保命外发煞是吧？有本事就破开它！靠一柄剑欺负人，算什么本事？能挡住我的剑，是你家有钱，不是你有本事。既然今天杀不了，那我就先把你的名字记进词汇，伤好了自己来报到。我没有答应！你可以继续反对，我也可以继续揍你。什么时候服，什么时候算正式入会。2个选择：第一，加入晋词会，以后就是自己人，在学院里遇到麻烦，我罩着你们；第二，不愿加入也行，试训期间一次性交200灵钧，交了之后，晋词会的人不会打扰你。我这个人最讲道理，从来逼别人选，不过选择之前最好先想清楚。
自己的命值不值207？该你了，怎么选？太慢了，我不喜欢磨叽。恐惧值加20，当前恐惧值达到1000，满足神秘抽奖条件。抽奖不急，先把眼前的收干净。靖哥，靖哥，柳瑟兰和刚才这2人都发生在视讯首月，按韩老魔给你的特殊书处罚，一共要交600灵晶。罚款交了，现在谁还有意见？我加入，我要加入晋祠会。我也加入，我交灵晶，200灵晶，一枚不少。记住晋祠会的站边，把身份名牌交来登记。选择就交灵晶的站右边，一个一个来。回去好好养伤，伤好了记得来晋祠会把待确认3个字去掉，迟到可是会有惩罚的。我死也不会加入，有本事你就破开防御。我怎么舍得？你可以慢慢嘴硬，反正试训还有时间。你也选择加入，以你的家境，200灵晶应该不算什么。我不是为了省灵晶，秦晋击败言简于时，没有暴露全部比牌。晋祠会若真能打破老社团的格局，值得我压一次。招人顺利吗？顺利得很。听说你是创始人之一，他们抢着加入，拦都拦不住。红烧肉，你答应过的。记着呢，等我办完一件事做。系统使用1000恐惧值，开始神秘抽奖。当前恐惧值归0。丁，恭喜宿主获得6星奖励银鬼脑核。这是什么东西？异兽银鬼的脑核。银鬼属于宇宙异族，天生拥有远超人类的精神力，刚出生时精神强度便可媲美飞天境修士。只有强大个体才能凝聚脑核，吸收后持续强化精神识海，提高感知、控制与同时驾驭多柄本命剑的能力。9幽本命剑同时消耗灵力和精神力，精神力越强，将来能一同驾驭的剑就越多，这奖励正合适。帮我吸收。宿主当前修为过低，无法一次消化。本系统可先将脑核融入精神识海，宿主会随着实力提升逐步吸收，融合过程可能会有些痛苦。又是有些痛苦，上2次你这么说，老子都差点疼死。是否融合？来都来了，融！开始吧，我准备好了。银鬼脑核融合中。我操！啊！我操！我操！坏了，真成小白脸了。灵修、体修和精神力是3条不同的成长路线。我现在的灵修仍是2境，但精神强度已经跨到相当于4境界的御物层次。我要是说刚染了个发，你信吗？不信。不过，挺好看的。你刚获得的精神力太强，控制却很粗糙。先从基础感知和丹雾御动练起，不然迟早把石屋拆了。行，我没事翻翻。我饿了。红烧肉是吧？马上做。
晋哥，新生保护期已经结束，超过90%的人加入晋祠会，剩下的大部分交了灵晶。几个始终不肯低头，还主动动手的，也按你的规矩处理了。学院那边有反应吗？保护期结束后，新生之间的争斗，学院不会过问。我们又没有碰交过钱的人，暂时没有麻烦。收上来的保护费一共16200灵晶，全在这里。账目记清楚。这些人现在是被我下服，不是真心服。钱可以用来办事，不能全方光。当前恐惧值600余点，下一次神秘拆奖需要1万恐惧值。怎么这么没精神？昨晚没休息好？昨晚刚突破洗梅8阶，时间久了点儿。你已经2进8阶了？对呀。算了，老子还有荒古血脉和体修，不能跟这怪物比。回吴院长，本届通过试训的还有875人。875？往年能剩500都算多，怎么可能还剩这么多人？有个叫秦晋的新生提前成立社团，把大部分人控制住了。社员不准互相厮杀，交过保护费的人也不准骚扰，所以真正死掉的只剩少数。一个新生把整届人都管住了。九幽无极剑脉出手也狠，严家的太古血脉都差点死在他手上。妈了个巴子的，这小子真牛逼！靖哥、宋姑娘，你们来了。我还以为来得够早，看来大家都挺积极。咱们这一届剩的人太多。吴昊天副院长脾气火爆，我怕他知道晋祠会改变了试训结果，会对咱们有意见。别巴巴了，学院既然没提前阻止，现在就不会因为人活得多找我麻烦。早知道他们嫌人多，我就多杀几个了。会长，解妖大人。会长，不错，达到2进了，与会长相比还差得远。欢迎你们通过试训，正式获得加入魔道学院外院的资格。但老子不会恭喜你们，因为这很可能只是踏上地狱的第一步。魔道学院外院每年新生死亡率高达37%。记住，强者可以拥有资源、导师和一切选择，弱者就给老子死一边去！走，随我前往外院。出发！是会长。妈了个巴子，你小子还真行，在这帮新生里威望比老子还高。吴院长误会了，您管学院和老师，我只是替您管下面的人。说到底，晋祠会也是学院的人。你怎么跟老陆一样，说句话拐18个弯儿？你把整届新生都收进祠会，相当于结了老牌社团每年的心血。他们的社长至少3进，甚至4进，不会眼看着你独占这一届。高年级想亲自对佳年级动手，需要先得到对方同意。只要他们不能直接以境界压我，同境界来多少，我杀多少。哼，别高兴太早。除了你们这875人，外院还有30名提前录取的特生，你们试训时
他们一直有导师单独培养，其中10多人境界在你之上。那才有意思。谁敢针对晋惠，我就先把他们社团3境以下的人杀到断档。哈哈哈哈哈哈！大家好，我是魔道学院外院院长陆川，我仅代表学院领导及全校师生，欢迎你们来到外院。接下来，你们将选择未来修行的血系。太好了，终于真正进入魔道学院外院了。离开万语之境，以后总算不用再看秦晋脸色了。尊贵的会长大人竟然看向这里，真是不胜荣幸。哼，差点忘了，刘子铿那场生死斗也快到时间了。说实话，我很意外，这一届居然有800多人通过试训。外院每年给新生准备的导师、功法和修炼资源数量固定，往年400、500人瓜分，今年却有800多人，你们每个人能得到的份额自然会减少。都怪秦晋成立晋祠会，不许大家互相争斗。要不是他控制新生，哪会剩下这么多人？现在不是动手的时候。知道，没事。魔道学院不在乎你们来自什么家族，只在乎实力、潜力以及活下去的本事。功法、丹药、灵气、居所，所有资源都要靠自己去争取、抢去夺。记住，在这里活着并且变强，是你们唯一需要思考的事情。外院分为灵修、体修、天宫、战争4大学系，普通学生可选择一门主修，一门炫修。我兼任灵修系主任，灵脉、地脉以上者可入灵修系。今年我还会收1名亲传弟子。靖哥，这是飞天院长的亲传名额，有陆院长做靠山，晋祠会在外院都能横着走。谁告诉你我准备主修灵修？啊？老子是体修系主任，练体的跟我来，血脉传承者优先，特殊灵脉也可以报名。老夫负责天宫系，炼药、断气、机关、阵法，只要有兴趣皆可报名。我是战争系主任羽诗飞，战争系教授战斗指挥、灵卡操控与战争工程。今年我会收1名亲传弟子，仅限特殊灵脉，我将传授这名弟子灵铠驾驭。大胆！灵卡关系学院传承，岂能由你私自决定传授给谁？你在教我做事？你平时发疯我不管，但灵铠之事绝不能儿戏。收起你那点魔气，不然我怕忍不住打死你。够了！当着新生争闹，你们不怕丢学院的脸？剑魔前辈除了九幽无极剑脉，也是魔道最强的御铠者。这个新生拥有同样的剑脉，值得一试。灵卡看的是精神力，不是灵脉。先测试他的精神力，超过2境层次，才给他机会。靖哥，一定要选战争系。灵铠到底是什么？灵铠是独立于普通灵气之外的古老战争武装，诞生于天地或上古遗迹，现世无人能够仿造。羽诗飞只有4境中阶，却能与几位5境护院长平起平坐，靠的便是灵铠。也就是说，灵铠能让人跨越一个大境界战斗？没错，更重要的是，魔道至宝中烟魔铠即将出世，
只有真正的御铠者，才有资格接近他。之前是你单方面把我记上，现在是我自己决定正式加入晋祠会。突然想通了。你若没有价值，我凭什么跟你混？你若真能驾驭灵卡，晋祠会便值得我压住。你还真直接。彼此彼此。你可有选择？有。主修去哪儿？体修。老就知道你小子有眼光。你确定？虚空神雷需要体修资源，灵铠又不能放弃。九幽剑脉暂时还能依靠本命剑与剑诀修炼。御师主任若不嫌弃，弟子愿拜您为师，选秀战争系。从他说出要当我弟子的那一刻起，他就是我的了。与师配，他还没有通过精神力测试，而且九幽无极剑脉理应主修灵修。精神力测试只决定他能不能学灵卡，跟他是不是我的亲传弟子有什么关系？不可理喻！胆子真大，只选修战争系，却敢拜我为师，真是个贪心鬼。老师愿意把灵铠的机会给我，便是以诚待我。弟子自然不会让老师失望。只要你听话，跟着我，不会亏待你的。我不同意，不管你主修哪一系，灵修系必须来。血系选择是学生的权利，即使您是院长，也不能强迫。你拥有九幽无极剑脉，为何宁愿主修体修？哈哈，老陆，谁不知道体修系才是外院最能打的邪系？他选我很正常。哼，他身负排名第8的特殊剑脉，你这个只会抡拳头的傻大个，懂得如何教吗？谁说老子不会？他的气血强度根本不像普通灵修，他执意选择体修，身体里一定还藏着东西。秦晋，你如此执着体修，难道你的体内另有秘密？学生只是自小向往体修，所以老陆，你用紫金箔隔绝外界五感，究竟想干什么？硕本归元掌！陆川，你找死！被发现了。这也是序列血脉？老子太古序列79，气血都被压制了。这小子到底是什么序列？我的太古序列48龙女血脉也感受到了上位压迫。黄骨序列。荒古第3，虚空神雷血脉，还是荒古第3！哈哈哈哈！老子这次真捡到宝了！你如此坚持体修，我便猜到你的身体另有秘密。方才这一掌虽然不会伤及根基，但让你暴露底牌，是我欠你一个解释。你打我弟子这一招，我记下了。秦晋，你是否认为我逼你暴露荒古血脉，是对你不利？心里确实有点不爽。这才正常。不过普通底牌可以藏，你这种王炸级别的血脉，亮给学院高层看反而更有利。荒古血脉越强，突破需要的天才地宝便越珍贵，靠你自己根本承担不起。学院会按照学生展现出的潜力分配资源。你拥有荒古第3，可获得外院最高等级的
体修资源份额。紫金波已经隔绝外界五感，今日之事只限我们几人知晓。你若不愿公开，学院会以最高保密等级记录你的血脉。荒古血脉不必让普通学生知道，却必须让能分配资源的人知道。底牌没有白入，那便暂时保密。多谢诸位师长。秦晋，你可有婚配？老夫的孙女韩青青，虽然与你有点误会，但容貌、身材、天赋都是顶级，成了亲，慢慢磨合便是。于世才，你有病吧？你老师驾驭灵卡后，连我们这些武境都得避其锋芒。你拜他为师，算是选对了。既然你同时拥有九幽剑脉和荒古血脉，我允许你额外兼修灵修系。三系一起学，他吃得消吗？学院从未有过这种先例。九幽无极剑脉需要灵修教导，虚空神雷需要体修资源。只要精神力符合要求，战争系也不能放弃。我是院长，我说可以便可以。不过，灵铠驾驭需要远超同境的精神力，万一你达不到要求，我的修为还是2境，但精神力已经达到御物层次，够用吗？御物之境，你的灵修修为明明只有2境，精神力为何能达到4境层次？这么直白的探查我弟子的秘密，你也想再挨一锤？是我莽撞了。秦晋，以你的精神力，确实有资格尝试灵卡。若你能在1个月内掌握灵铠牵引法诀，我允许你尝试契约外院珍藏的古老灵铠。另外，九幽无极剑脉绝不能荒废，你主体修兼修灵修，剩余时间随雨师器学习灵铠。可以。你报的什么院？主体修，选灵修。外院宿舍依照天地玄黄分为4等，每季度重新争夺一次。天字号独栋别墅只有5座，最后留在擂台上的5人才有资格入住。别墅的5把钥匙直接给我。规则是最后留在擂台上的5个人才能拿钥匙。宋慈、诸葛云、严简瑜、艾嘉伦，上来。现在人数够了，你若觉得不合规，便问问台下的人，有谁愿意上来挑战？合规，便问问台下的人，有谁愿意上来挑战？凭什么我住最偏的5号？你火气大，河边湿气重，正好降火。不愿意的话，我现在就把钥匙送给别人。刘子坤比我多修炼数年，还是3境，嘴上可以不当回事，真上生死台却不能大意。去查秦晋死了没有，再让他成长下去，死的便是我。可生死斗有韩老魔做裁判，他很可能在最后关头救人。必须在生死斗上准备一件连韩老都来不及阻止的杀招。 杀招！
现在过来找我，位置发你了。我去见老师，你们先休息。老师，大晚上的叫我过来，这是考验我呢。那你经得住考验吗？8品防御灵气暗影玄衣，能抵挡一次3境圆满攻击，也能隐匿气息，排斥毒瘴。衣内还留有我的感应师印，遇到致命危险会示警。拜师里就一件衣服，弟子还缺空间灵气。8品悬空界，20方空间，够你现阶段使用了。多谢老师。这是断神起灵术，灵铠入门的基础法诀。学院给你的修炼资源，足够支撑你修到3境。季家公开悬赏之外，又私下拿10万灵晶来向我买你。接下来的7天假期，你留在别墅参悟功法，不许踏出学院，更不许出去鬼混。弟子明白。感动我的人，季家是不想继续待在百大家族组里了。靖哥，7天长假才刚开始，镇仙城是我的地盘，今天带你出去见见世面。老师防的是季家，老子有暗影玄衣，又跟着诸葛家的少爷去自家地盘，总不至于连门都不敢出。走。李经理，挑2个最顶级、最可靠的侍者，给我靖哥放松一下。诸葛少爷放心，这对双胞胎刚来不久，资料齐全，绝不会坏了贵客兴致。玄衣在排斥毒气，他们手腕也没有堕仙坊正式侍者的身份环，资料80%是假的。客人需要我们替您准备吗？先给你们看个好东西。这个东西很长，也很宽。都滚出来吧，跟老子在这儿躲猫猫呢。毒香和美人菊都被你识破，确实有点本事。不过隔绝阵是我们亲手布下的，与遁仙坊无关。上！拔剑斩第一式，旋风斩斩！防御灵气救得了你1次，救不了第2次。血蛇出动，傅青霜。飞雪无痕第一式，千堆雪。连杀9名2境，你的灵力还能剩多少？下一枪取性命！瞬雷闪。人呢？你在找我吗？寂灭雷孔！本次战斗累计获得1740点恐惧值，当前恐惧值1740点。靖哥，你没事吧？还行。这帮菜逼挺下酒的。他们是勾魂殿杀手，鬼面就是标识。雇主信息抹掉了。我刚杀季继昌，季家又在悬赏我。这个时间来一支勾魂殿小队，8、9不离10就是季家。只是现在还没有铁证。不管你们知不知情，人是在洞仙坊里被伏击的，这笔账怎么算？此事是我们审查不严，这里有固本培元丹，还有5000灵晶额度的金卡，向2位公子赔罪。听说你挺能打，今晚宰了几个不入流的杀手，就想攀上这棵大树？
你放肆！他是我请回来的，立刻道歉！什么阿猫阿狗都往家里领，还叫哥？潘父，就凭你们诸葛家，也配？潘父，就凭你们诸葛家，也配？现在他应该学会怎么跟人好好说话了。诸葛叔叔，家教不严，是会惹祸的。昭儿被我惯坏了，倒让秦公子见笑。玄一在堕仙坊示警时，老师就知道我违令出院了，难怪一回来便在这里等我。老师早安，不知道这么早过来有何安排？安排倒是没有，只是不听话的坏孩子需要接受惩罚。我说过不许离开学院，你假期第1天便跑去堕仙坊，还差点被季家的狗咬死。你把老师的话当成耳旁风了。我不希望以后只能在你的墓碑前给你倒酒。再有下次，惩罚不会这么轻。弟子谨遵师命。刘子重是3境，季家也在暗中盯着我。眼下最实用的杀招，就是能绕开正面防御的朔风雪藏。3境学长，挑战刚入学的新生，这不是必死局吗？晋祠会抢走太多新生，你杀秦晋，学生会替你承担破镜的代价。至于擂台检查，我的人会处理。晋哥，刘子坤昨夜在学生会密室待了半宿，孙希浩不知用了什么手段，帮他强行突破到3境2阶。强行提升的2阶，也就那样吧。同学们好，我是班主任来孝文，体修3境9阶，主修拳法与掌瓦。现在选一位班长，有同学毛述自荐吗？我来吧。慢着！我叫聂索龙，太古序列33，地狱修罗王。2境8阶，我不认外面的传言，只认拳头。你凭什么当班长？原来是特省生。今天老子正好有场架要打，先拿你热热身。秦晋，秦晋，韩范长命你即刻前往生死擂台。临时有事，等我打完刘子民，再回来跟你分班长。体修一班必须给自己人撑场。我们之间未必非分生死，你若保证以后不再与我为敌，我可以申请终止。当初你仗着执法队身份羞辱宋慈，又要杀我，
现在看见老子成长起来，才想讲和？做梦！生死擂台，签约之后，生死各安天命。你是学弟，我让你先出手。死来！旋风斩！拔剑斩3月。黄龙搅水！千堆雪。范围再大，破不了盾也是废物。玄阶中品，流星坠月。飞雪无痕第2柱，朔风雪桑。千会拐弯，刘子柯被一个新生伤了。7品灵气赤血飞轮，它会吞噬使用者精血，换取远超铜镜的瞬间杀伤力。有戏！他的灵修只有2境，却能凭御物层次的精神力，同时驾驭2柄本命剑。单独一剑压不住他，那便让破军的力量与傅晴霜的极寒速度合成一击，破军双星刃。为什么？你一个新生，凭什么有如此实力？我早告诉过你，你那微末天赋，在修行上见我如浮游见青天。一起死吧！愁啥呢？他刚才是瞬间移动，雷系身法还能跨过擂台护罩。恐惧值加800点，当前恐惧值2540点。肃静！此生死战，胜者擒尽。此生死战，胜者擒尽。刘子浩已死，人死债消。他此前代表罗刹执法小队与你结下的恩怨，到此为止。可以。问心幻境里那块身份牌和额头上的败字，也一笔勾销。你最好永远别再提。2境逆罚3境，还能在自爆前逃出来，干得漂亮。上午被打断的班长竞选，也不用继续了。从今天起，你就是体修一班班长。老师这么草率，谁不服，让他自己上生死台证明。那我先请半天假，回去处理伤势。准了。下午记得带刚返校的宋残来班里报到。秦景真的杀了刘子谦。听说刘子谦最后还在擂台上引爆了炸弹，他当初就是因为刘子谦羞辱宋慈，才定下3个月生死斗。生死斗是今天，我竟然错过了。不过，他答应的事情，真的做到了。都说了让你去医务室，非要先回宿舍。医务室人多眼杂，还是宿舍舒服。再迟一点，伤口都找不到了。你刚才一路装的那么虚弱？荒古血脉恢复能力强，我也没想到好的这么快。我听说了你在新生中的事，现在整个外院都知道晋祠会。秦晋，我想正式加入。晋祠会正处在风口浪尖，你不怕齐家、季家和那些老牌社团？你在山脉里救过我，我不是遇到麻烦就躲的人。行，批准。只是，晋祠会的晋是你，那祠是谁？是一个女生，没有她的背景和支持，晋祠会成立不了。
那我先回去，你别再拿伤口骗人。路上小心。金哥，我赶到擂台时都结束了，听说你带着学姐回来了，想着你肯定需要补补。算你有眼力，生死斗和晋祠会的事，你最近跑前跑后干得不错。飞雪无痕剑诀，回头抄一份给你。果真吗，爹爹？少贫，社团申请继续盯紧。不是说受伤了吗？你不是受伤了吗？问题不大，那个菜比只划破点皮。听说你回来了，特意做几个菜庆祝。庆祝什么？庆祝弄死刘子明。当初咱俩刚尽万语之喜，被他压着欺负，老子说3个月内杀他，现在算是兑现了。应该庆祝，这个给你。这是什么？地龙果，家里带的，吃了长力气。我没准备礼物。不用，这顿饭我很喜欢。那我明天再给你做。好的呀。会长好，秦班长好。坐下吧。你不是受伤了吗？问题不大，那个菜比只划破点皮。听说你回来了，特意做几个菜庆祝。庆祝什么？庆祝弄死刘子明。当初咱俩刚尽万语之喜，被他压着欺负，老子说3个月内杀他，现在算是兑现了。应该庆祝，这个给你。这是什么？地龙果，家里带的，吃了长力气。我没准备礼物。不用，这顿饭我很喜欢。那我明天再给你做。好的呀。会长好，秦班长好。坐下吧。齐家第一弟齐昭幸，太古序列61 9头虫血脉。这位同学你好，上午怎么没见你？我叫齐昭星，也是特招生。我来自百大家族，排名67的齐家，是这一代唯2嫡系。学院课程、资源和秘境我都熟悉，有问题尽管问我。这个人为什么一直说话？装什么清纯？找死！再靠近一步，我把你的骨头磨成粉喂狗！何必这样？大家都是同学，下手是不是太重了？重吗？我觉得还不够。嘴巴这么臭，那就别要了。你看，最后这一下可不是我打的。你故意的！你应该庆幸他现在还活着。就是我当初秦晋和宋慈都要重点照看，尤其宋慈，他的身份不得外传，但绝不能让他在班里受到冒犯。从现在起，你被逐出体修一班，学院是否继续收你，由血系重新处理。老师，你不能！老师，齐昭星是有错，可秦晋也动了手，齐家不会善罢休。齐家有意见，可以直接来找我。你们也记清楚，家事不是，在学院欺负同学的免死牌。这件事确实是他活该，但秦晋，我们之间的较量还没结束。这件事确实是他活该，但秦晋，我们之间的较量还没结束。想挨揍，随时排队。只是一点同学矛盾，秦晋便废了昭星双臂，班主任来校文还把人赶出班级。吴院长，你一定要替我们做主。把姓名和班级告诉我，我现在就处理。女孩叫宋慈，动手的学生叫秦晋。
一个是外院最高保密级天才，一个是阎君之女。齐家这是想拉老子一起陪葬？你们齐家是活腻歪了吗？想死不要拉老子垫背！以后齐家和吴家不再往来。今天有人在我面前打架，我被吓到了。晚上要吃火锅。你从头到尾眼睛都没眨，还是被吓到了。行，给你做。二位可是秦晋与宋慈？我是齐昭兴的哥哥齐昭明。原来是来找场子的，你也想挨揍吗？秦同学误会了，我弟弟自作自受，我不是来替他寻仇。有屁快放！我来找你们，是因为晋祠会，我听说霍儿已经加入，所以也想申请加入。晋祠会是社团，不是你追女人的工具。我可以正常玩社团任务，也不会因为昭兴与你们为敌。还是不行，霍迪儿现在是老子的人，你进来就是动机不纯。皮儿加入社团不等于把自己卖给你，你无权替他决定。老子就是这么霸道，想追他，先过我这关。我不会放弃，但今天确实不是来打架的。霍祖瑶是你的人？他是晋余会的人。哦。老大，晋祠会申请通过初审了。成立社团一共3个条件：500灵金押金，至少10名初始成员，通过圣魔塔第1层。前2项已经完成，咱们登记成员700多人。人数甚至超过外院所有老牌社团。圣魔塔第1层怎么考？圣魔塔高9层，最上3层封闭，只对外开放6层。社练会根据挑战者修为提高难度，通常至少匹配高出本人几个小爹的对手。塔里的试炼体没有痛诀，也不会耗尽灵力。普通2境即使匹配2境圆满，实际难度也接近3境，所以我派进去的2名2境成员，一个照面便被打出来了。通过第1层，社团考核就算完成；通过第5层，则可以直接获得内院资格。外院已经很多年没人做到，我调整2天状态，亲自去闯。喝茶要先闻，再摇，最后入口。茶如修行，没有积年累月的苦修，怎么获得强大实力？靠挂。这是学院给荒古血脉申请的体修资源，4级蒙受药学、淬体药材和1枚10年副地龙果，足够支撑你修炼到第3境。100年地龙果，万金难求，对吴傲天那种5境体修都有大用。你从哪里得到的？朋友送的。他只说吃了长力气，又欠小附魔一个大人情。这种东西用来突破大境界才值。眼下的小阶修炼，先用学院资源和10年份地龙蛋。